女孩把强酸倒在了男人的下半身，她疼得撕心裂肺，表情痛苦地看着小美，求她给自己一个痛快。女孩看她犹豫不决，彻底失去了耐心，直接扯下男人的保鲜膜，把强酸倒进男人的嘴里。她生不如死，已经说不出话，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她不想再受折磨了。小美虽然于心不忍，但还是结束了男友的生命。女孩拿出麻醉剂给小美打了一针，接着装进行李箱，把她搬到了男人的车上。她要把小美带回自己的家里。捉奸的女人看见老公的车子开了出来，便立刻跟了上去。可开到半路，女人的油箱却空了。小美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浴缸里。女孩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接着便端着一碗老鼠汁来孝敬自己的母亲。见她无动于衷，女孩便强行将她拉了过来，然后把美味的老鼠汁灌进母亲的嘴里。等到她吃饱后，女孩就去处理男人的尸体。而半路没油的女人终于遇见了好心人，她帮助女人买了汽油，加完油的女人继续出发。没走多久，就在路边看见了老公的汽车，见屋里没人，她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刚进屋，就听见一阵求救的声音，她顺着声音走过去，在浴室里看见了被绑住的小美。女人拿下她的口塞，急忙问自己的老公在哪里。小美没有说，只是不断的求救，说这里有个疯女人。看着小美害怕的样子，应该不像是开玩笑，先救你出去，之后再找你算账。于是女人来到厨房，找到一把尖刀，并且给她松绑。可就在两人准备逃出去的时候，女孩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一铁锹直接命中女人的脑门，接着疯狂的补刀。小美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吓得惊慌失措，急忙躲进了一间屋子里。女孩紧随其后，但并没有发现她。听见女孩的脚步已经走远，小美胆战心惊的走了出去，拿到女人的车钥匙后，便匆忙的上了车。还没来得及开车，女孩就追了上来。她打破了车窗玻璃，给小美打了一针麻醉剂。小美挣扎着下了车，可没走几步就倒了下去。等到她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，身上穿着当初自己送给女孩的长裙，被画了一脸浓妆。看着一旁的梳妆台，应该是女孩的房间。小美想要离开，却不慎摔在地上，转过身，发现自己的脚被铁链锁了起来。她拼尽全力想要打开门，可根本就无济于事。接着拉开窗帘，而女孩就在窗外看着她。小美就像当初的女孩一样，被囚禁在了这里。